大家好，今天是12月23日，星期三。就这2天，川普总统动作频频。第一是，川普总统刚刚否决了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7400亿元的支出，并概述了五角大楼的政策。川普在给国会的一份长篇声明中写道：“不幸的是，该法案没有包括关键的国家安全措施，包括不尊重我们的退伍军人和军方历史的条款，而且与我的政府把美国放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行动第一位的努力相矛盾。这是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礼物。”川普补充说，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第二是，昨天川普总统抨击国会新一轮纾困法案，呼吁国会拿出新法案，增加刺激资金。他对9000亿元的疫情救助和1.4万亿元的2021财年预算，总共2.3万亿的纾困金计划表示失望。川普总统表示不愿意签下这个方案。另外，他希望现金支票应该上到2000美元，每对夫妻4000美元。佩洛西在推特上很快就回应了川普总统，支持道共和党人一再拒绝透露总统想要多少现金支票。最后，总统同意了2000美元。民主党人准备在本周内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将此问题付诸发言。我们开始吧。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坦尼霍耶赞同佩洛西的观点，并表示民主党人愿意同意2000美元的支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敦促川普像现在一样签署该法案。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试图获得2000美元的支票，但共和党人阻止了他。川普需要签署该法案来帮助人民保持政府开放。我们很高兴通过美国人需要的更多援助。他说，也许川普最终可以让自己变得有用，让共和党人不再阻止他。麦康奈尔尚未就川普围绕救济法案的抗议发表评论。如果他不签署该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政府资金将在1周内到期。第三是，川普总统在昨天12月22日特赦了15人，包括在通俄门调查中被判有罪人员，在2007年枪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雇员，以及因腐败被定罪的前共和党国会议员。据报道，被赦免者中包括乔治·帕帕多普洛斯，他是川普前竞选团队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在通俄门调查期间，他在2017年就向联邦调查局作假证认罪。同时，被卷入通俄门的荷兰律师兹万也被赦免。他在对特别检察官的询问中，对2018年的相同指控表示认罪。此前，这2人均被判短期徒刑。赦免名单还包括4名前美国雇员，他们被判在2007年担任承包商工作时杀害伊拉克平民。其中，尼古拉斯·斯莱滕此前被判无期徒刑，他曾是有争议的美国黑水保安公司雇员，并因在巴格达一处交通繁忙地段杀害10多名伊拉克平民而被判刑。此外，川普还赦免了3名前国会议员，分别为加州的邓肯·亨特、纽约州的克里斯·柯林斯和德州的史蒂夫斯·托克曼。其中，亨特原本将自2021年1月起服刑11个月。2019年，他曾对涉滥用竞选资金的一项指控认罪。柯林斯于2019年认罪之后被判处26个月徒刑，罪名是向联邦调查局做虚假陈述，并串谋进行证券欺诈。而斯托克曼于2018年被判犯有欺诈和洗钱罪，被判10年徒刑。报道指出，川普还对2名前边境巡逻队特工给予完全赦免，他们此前因对一名涉嫌贩毒者开枪而被判刑。前总统布什已对其减刑。综合以上3点，跟结合现在川普总统的态度，18日晚，川普和多名助手在白宫举行争吵不断的激烈会议，讨论如何推翻大选结果。与会者包括这位美国总统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及其律师鲍威尔等。川普在会上表示，希望任命鲍威尔为特别检察官，以调查选举舞弊。就在白宫会议后的第2天19日，川普总统发推首次呼吁，要他的支持者们在明年1月6日到华盛顿举行抗议集会。而那天正是国会就总统大选结果进行最后一次认证程序。发出呼吁的第2天，12月20日，川普又通过媒体表示，他的团队越来越接近于在关键战场州成功挑战大选结果。他说，我们越来越接近了。我希望你们媒体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实际上非常接近了。他还说，假新闻不会告诉你们这一点。他们不想谈论他，他们在试图压制他。我们根本没有新闻自由，新闻受到压制，这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可怕的事情。
另外，川普19日发表推文，称所谓计划实施戒严是媒体故意报道假消息。他还称，今年美国遭遇史上最大选举舞弊。在美国宪法的框架内，在1月6日挑战关键战场州的大选结果，已成为川普团队的优先选项和唯一选项了。无论白宫的内幕如何，川普没有认输，因为选举后的摇摆州调查显示他赢了。今后2周时间，将是对美国政界和民间要求公正选举的良善力量的考验，也是聚集共和党集体力量的最后机会。1月6日过后，还有2个星期到2021年1月20日，这2个星期无疑将会更加的惊心动魄。不管1月20日后川普有没有下台，但是他这几个月的表现，无疑是在美国选举历史上画下深深的刀痕。至于好坏，只能留给后面的人来评论。离1月20日还有28天，4个星期。川普现在的脸上就写着2个字：没完。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请点赞订阅；不喜欢的话，请留言批评。谢谢观看。